线材选用无骨的牛奶棉以及3.5毫米的钩针，这里用深色线作为演示，自己钩织时换白色线。首先环形起针，第一步钩织包底的部分。起针完成之后，绕线圈钩织6个短针。6针结束，收紧线圈，将线一次性拉出。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二圈首先锁一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第二个针目上同样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这一圈一共增加6针，钩织12个短针。第二圈结束，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三圈首先锁一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。在第二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每隔1针增加1针，同样增加6针，钩织18个短针。第三圈结束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四圈首先锁一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。在第二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第三个针目上再编织一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前面这4针的顺序循环6次，一共钩织24个短针。第4圈结束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5圈首先锁一针，在开始的3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短针。在第4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每隔3针增加1针，一共增加6针，钩织30个短针。第5圈结束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6圈首先锁一针，在第一针和第二针上各编织一个短针。在第3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第4针和第5针上各编织一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前面这6针的顺序循环6次，一共钩织36个短针。第6圈结束，后面的部分继续按照前面的规律进行加针，每一圈各增加12针，一直钩到第12圈，加针至72个针目。第12圈结束，这样完成包底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钩织包身的部分。第一圈首先锁一针，对应最后一圈的每一个针目，按顺序钩织72个短针。第一圈结束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第二圈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针数不发生改变，对应第一圈的每一个针目，同样钩织72个短针。第二圈结束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第三圈同样锁一针，翻转织物。我们首先跳过开始的2个针目，找到第3针下方对应的短针，
在短针的针脚处钩织一个加长短针，然后在第2圈的第3个针目上钩织一个普通短针，在下方同一个针脚处再编织一个加长短针。第1组花样完成，后面跳过2个针目，找到第6针下方对应的短针，同样在短针的针脚处钩织一个加长短针，然后在上方第6个针目上钩织一个普通短针，在下方同一个针脚处再编织一个加长短针。第2组完成，后面重复操作，一共循环24组花样。第3圈结束，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第4圈首先锁一针翻转织物，对应第3圈的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72个短针。第4圈结束，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第5圈首先锁一针翻转织物，与第3圈的钩法相同，找到第1组花样中间的短针，在短针的针脚处编织一个加长短针，在上方对应的第2个针目上钩织一个普通短针，在下方同一个针脚处再编织一个加长短针。第1组完成，在第2组花样中间的短针上重复操作，首先钩织一个加长短针，在上方对应的针目上钩织一个普通短针，在下方同一个针脚处编织一个加长短针。第2组完成，后面重复操作，一共循环24组花样。第5圈结束，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按照第4圈和第5圈的针数循环编织，每一圈的花样与前面的每一组对应，一直钩到第29圈即可。第29圈结束，这样完成主体的部分，将纹路比较突出的这一面作为包身的正面，为了方便钩织叶子，在织物的顶部再钩织一圈长针。首先锁2针翻转织物，对应最后一圈的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72个长针。长针完成之后，在第1个针目上引拔连接，后面换绿色线钩织叶子的部分，将线钩出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编织2个锁针，后面空出2个针目，在下一针上钩织一个短针，接着编织2个锁针，后面继续空出2个针目，在下一针上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编织2个锁针。我们按照一个短针2个锁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24组花样。叶子的第1圈结束，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第2圈首先锁一针，在第1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，在后面的锁针上钩织2个短针，在下一个短针上钩织一个短针，在后面的锁针上钩织2个短针，对应每一个针目各编织一个短针，一共钩织72个短针。第2圈结束，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
第3圈首先锁一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编织3个锁针，找到第一个短针下方对应的第一个长针，向左边数出2个长针，在第2个长针的针脚处钩织一个短针，接着翻转织物，在3个锁针上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编织一个中长针，后面再编织3个长针，3针结束，钩织一个中长针，最后编织一个短针。前半部分完成之后，继续编织3个锁针，转到织物的正面，找到第一个长针，再向右边数出3个长针，在第3针的针脚处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锁针上编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编织一个中长针，后面再编织3个长针，3针结束，编织一个中长针，后面再钩织一个短针，这样完成第1组叶片。接着在第2圈的下一个针目上继续编织6个短针，6针结束，后面编织3个锁针，找到第6针下方对应的长针，向左边数出2个长针，在第2针的针脚处钩织一个短针，接着翻转织物，在锁针上钩织一个短针以及一个中长针，然后编织3个长针，后面再编织一个中长针以及一个短针，接着编织3个锁针，转到织物的正面，找到第一个长针，再向右边数出3个长针，在第3针的针脚处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锁针上钩织一个短针以及一个中长针，接着编织3个长针，后面再编织一个中长针以及一个短针，这样完成第2组叶片。然后在第2圈的下一个针目上继续编织6个短针，我们按照前面这2组叶片的钩法，一共循环12次。叶子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花朵的部分，在每组叶子的顶部各编织1组玫瑰花。首先在叶子上方的短针上挑起整个针目，然后在第2圈平行的短针上再次挑线，同时挑起2个针目，在这里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一个锁针。第1针不算针数，后面继续编织15个锁针。15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3针，在锁针上挑外侧的1根线，在这里钩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在剩余的每一个锁针上各编织3个长针。最后一个长针完成之后，编织2个锁针，在起针的位置钩织一个引拔针。织带现在呈现螺旋状，我们整理一下花瓣的形状，将原本的线圈拉到花朵右侧，最后固定花朵的底部，将钩针穿过每一层花瓣的针脚处，
完全穿过花心，移动到另一侧，在花朵的底部钩织一个引拔针。最后断线，打结固定并隐藏线头。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，一共钩织12朵玫瑰花，然后利用锁针编织2条锁链作为绳子，最后将绳子穿到主体上。包身的主体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包带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编织3个锁针，在第2个锁针上挑外侧的一根线，将线勾出，在第1个锁针上再次挑线，将线勾出，然后钩针绕线，一次性穿过3个线圈，接着翻转织物，在第3个锁针上挑一根线，将线带出，在第2个锁针上再次挑线，将线带出，最后钩针绕线，一次性穿过3个线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侧边的第1个线圈内入针，将线勾出，在剩余的2个线圈内一起入针，将线勾出，最后3根线同时引拔，后面继续翻转织物，挑起侧边的第1个线圈，带线勾出，挑起剩余的2个线圈，带线勾出，最后3根线一起引拔。我们按照前面的方法，将织带钩到适合的长度即可。包带的部分完成之后，将它缝合到主体的2侧。现在我们这款玫瑰花束口包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